人們打開了萬曆皇帝和孝端皇後的棺材。這是一頂用金子做的皇冠。要知道，以上畫面是世界史上中国首次全程用摄像机真實記錄皇帝的開棺現場，這也是封印在地下300多年的一位皇帝地宮的真實畫面。現場工作人員正忙碌地整理定陵內部器物。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皇帝的地宮內到底有什麼不同凡響的寶貝呢？平时一些高官子弟和富商达人，他們的棺椁內都是稀世珍寶，那麼皇帝就更是令人咋舌。那我們就一起深入探究吧。到郭沫若堅持要開挖的定陵，到底毀壞了中國多少文物珍寶？可以說，定陵的開挖是中國古墓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对于郭沫若來說，他不僅開挖了定陵，還一直建議開挖武則天的乾陵。可以說，郭先生對古墓挖掘已經到了痴迷狀態。最後，通過自己的一再堅持，國家還是同意了郭沫若的申請。在1957年主動開挖定陵的真實紀錄片中，可以看到，當所有人舉着鋤頭挖向定陵時，成千數萬計綾羅綢緞瞬間跟空氣接觸，讓原本鮮豔的花色變得暗淡無光，各種布料變得觸手化粉。這些損失不可以用金錢來衡量，所以當時的周總理決定，以後堅決不主動開挖皇陵的決策。那麼這一次郭沫若先生堅持要開挖的定陵，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稀世珍寶呢？毀壞了多少件國寶呢？對於郭沫若一心要挖定陵，有沒有自己的私心呢？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定陵裡面埋着的是明朝皇帝和他的2位愛妃。作為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郭沫若，為什麼對於挖掘定陵如此堅持？首先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郭沫若作為一個學者，對於我們國家的歷史研究十分痴迷。馬王堆漢墓的挖掘也有他的參與，但是當郭沫若提出挖掘定陵的時候，內外的質疑聲是比較嚴重的。從民間的說法來看，郭沫若是朱元璋乾爹郭子興的後代，在抗元的過程中，朱元璋占據了他乾爹郭子興以及都元帥郭天旭的紅利，才成功的建成了明朝。於是雙方算是結下了梁子。而郭沫若一定要挖掘明朝的皇陵，按當事人的說法，算是一種報復行動。甚至在郭沫若挖掘完定陵之後，比較離奇的是，家裡人染病死去。當然，這些說法自然算不得數，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在成立考古隊之前，郭沫若和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一起研究明朝歷史，但是因為年代過於久遠，以及清朝把明史的一通亂改，當時的資料十分混亂，郭沫若想要得到一手的《永樂大典》，因此在郭沫若的猜想裡面，是不是在明朝皇陵裡面有原始資料？於是郭沫若申請相關的挖掘工作，但是很多人一開始都不同意這樣的決定，不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認為中國剛剛結束戰爭，原本各類文物破壞損失就比較嚴重，不需要進一步的折騰。但是郭沫若比較堅持，再三提出申請。隨着中央的批复，郭沫若一開始想要挖朱棣的長陵找永樂大典，但是因為在外面找了一圈，實在找不到相關的墓道口，於是在一番探討後，改為挖掘朱翊鈞的定陵。這一次定陵的入口找得十分順利，甚至在金剛牆之前還有相關的指路石碑。在查詢了相關的資料之後，考古隊才知道這是朱翊鈞去世之後，未來準備和其皇后合葬，給後人留下指路的。雖然找到了入口，但是讓誰先打頭陣也是一個問題。於是考古隊決定抽籤，被抽到的工人忐忑地爬入金剛牆背後。在這之後，這位工作人員首先看到了一扇漢白玉的大門，隨着打開自來時，萬曆皇帝的陵墓暴露在考古隊面前。在進入定陵內部之後，2盞青花瓷制成的萬年燈以及3個雕刻精美的漢白玉寶座，讓人目不暇接。在後殿是3口朱紅色的大棺材，但是因為年數的原因，棺材已經開始腐化。考古隊小心翼翼地打開棺椁，
引入眼簾的是各種金銀珠寶，整個墓葬的奢華程度讓人拍案叫絕。其中就有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严禁外出展出的九龍鳳冠。此外，萬曆皇帝的那頂金絲翼扇冠，以其複雜獨特的制作工藝，也的確可以說得上是嘖嘖稱奇，也是中國現存難得的皇冠實物之一。在取了3層陪葬品之後，除了鳳冠和萬曆皇帝的金絲翼扇冠之外，各種的金器、玉器数不胜數。這些金銀玉器因為客觀的材質原因才保留了下來，但是很多600年之前的絲織物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首先，在打開棺椁的時候，這些絲織物迅速地和外面流通的空氣接觸，導致氧化，甚至在輕輕的一碰之下，這些絲織物就能變成粉末。其中，萬曆皇帝的龍袍在剛剛從棺材裡面拿出來的時候，無論是制作工藝還是直面的視覺感受，都讓人感到眼前一亮。但是因為氧化的原因，在一段时间的暴露在空氣裡面，很快一件金光閃閃的龙袍就失去了原本屬於它的色彩。此外，万曆皇帝遗體的全貌也在這次考古行動中展現出來。幾百年之後，任憑他是高高在上還是平平無奇，都成為了歷史之中的塵埃。而說到這一次考古行動的失敗，雖然客觀地挖掘出了許多珍貴的文物，但是因為當時的技術和保存手段的確給文物造成了難以挽回的破壞，並且在相關的挖掘工作裡面，郭沫若也並沒有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永樂大典。不過，定陵出土的不少精品文物，包括2頂鳳冠，的確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璀璨的瑰寶。雖然在挖掘定陵的途中，相關的過程給文物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但是也改變了中国文物保護的狀況和意識。中央在了解清楚萬历的定陵挖掘造成了損失之後，便宣布了永久禁止主動挖掘帝王陵墓的條例。此後，郭沫若繼續這樣提出，申請挖掘武則天和李治的乾陵，但是因為定陵損失活生生的例子在那裡，於是郭沫若的申請要求便被中央給予駁回。但是從客觀的層面來看，這一次的挖掘是一次極大的失敗，也是郭沫若個人職業生涯的一次極大的敗筆。